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5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耐克 GT3剑客当中的 GT Run 的第二代 GT Hustle 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耐克把 GT Run 这一个系列的名字改为了 GT Hustle。上一代的 GT Run 虽然在网络上的风评比较一般，但是我觉得它对于运动表现方面的提升非常的明显。前掌的双层气垫脚感澎湃，在突破时脚底下的 Zoom 气垫能提供给你非常明显的推进感，甚至比一直以前掌推进感而著称的威少签名鞋有着更强的中底表现。但是由于鞋面的舒适度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导致了它并没有像同一年推出的 GT Cut 一代一样拥有着出色的销量。而今年 GT 这整一个系列的第二代鞋款 GT Cut 2，我觉得并不是一双好鞋，即使是它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销量，我依旧觉得它不太能打。而 GT Jump 二代则搭载了我最不喜欢的前掌 Zoom Pods， 并且在后跟的 React 软到了当我穿上它之后完全不敢发力去打球的一个地步，完全不适合偏外线打法的球员去进行选择，重心极高，依旧是一双增高神器。而这一双第二代的 GT Run， 也就是 GT Hustle 2， 它使用了全掌的 Zoom Strobel 加上皮质以及工程网布组成的鞋面，整体的外观造型非常的复古。在重量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单支42码，重量仅为336克。有一说一啊，最近我测过的几双耐克的篮球鞋，在重量方面的控制做的都非常棒，非常的轻质。在尺码的选择方面，这一双鞋略微偏大，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依旧是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并且内靴的开口做的也比较大，高脚背的兄弟也可以选择它。但是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你自己的正常尺码，这样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穿着体验。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你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出色的整体包裹，双脚与鞋面的贴合度非常高，脚在鞋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并且因为球鞋的内部填充做的比较到位，整体的包裹舒适度非常出色，完全不会出现鞋带勒脚或者是鞋面卡脚的问题。球鞋的静态包裹确实非常出色，并且动态锁定也并不差。穿这一双鞋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大面积的工程网布加上球鞋前掌外侧的皮质材料补强以及中底橡胶上翻，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但是较厚的内部填充以及稀少的透气孔，让它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略微有一些糟糕。不过最近啊，我们这里的温度下来了，穿它打球不至于太热，但是在打完球脱下来之后，整一双鞋都是湿的，这一点略微有一些难受。在中底方面 ，GT Hustle 2使用了全掌的库希隆框架，加上全掌的 Zoom Strobel， 依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配置。不过这一次它所使用的这一个鞋垫还挺有意思的，前半段使用了普通的 Oxalate， 后半段则使用了记忆材质。这样的操作我在其他鞋款上从来没有见过。不过这样的鞋垫跟 Zoom Strobel 搭配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全掌的 Zoom 气垫在没有中底部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最好的搭档就是跟 KD13 一样，使用全掌的记忆鞋垫，这样才能让它在拥有出色脚感的同时，还能拥有不错的反应性表现。而这一双鞋身上的搭配确实给这一双鞋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中底脚感，一上脚就能感觉到中底气垫的柔软，非常的讨喜，完全不需要去磨合。但是跟 AJ38 一样，在前掌会有一定的泄力感存在。好在它的中底厚度控制的还算不错，场地感表现比 AJ38 会要稍好一些。但是全掌的气垫加上较薄的中底，就让这一双鞋基本放弃掉了缓震。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特别的明显，不管是前掌还是后掌，基本上都是一脚踩穿的水平。它的脚感确实非常不错，但是不管是在缓震还是反应性方面，它的表现都算不上出色，甚至可以说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比较糟糕，并且它的中底在跑动时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好。作为 GT Run 这一个系列的第二代鞋款，居然能在跑动时的感觉不出色，怪不得它要把名字换成 GT Hustle， 是不是换了这个名字之后，它的定位就从原来的 Run 变成了更加适合去训练穿着的鞋款呢？可能是这样。
中底的整体刚性也不太够用。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或者体重比较大，它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足够的整体刚性。在变向或者对抗蹬地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双脚承受到了非常大的力，穿着时间久了之后，双脚会非常的疲惫，并且强度过低的中底在跑动时，它也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任何的滚动感加成。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在跑动时的感觉都比较一般。如果能够把中底的框架换成 Phylon， 我估计它的滚动感、缓震极限以及中底的强度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提升。酷西龙这玩意啊，我觉得还是更加适合用在一些偏内线的鞋款上面。也难怪这一双鞋的第一代研人会选择纹斑亚马，有一说一，还是挺合适的。这种瘦长型的内线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也不是特别追求爆发突破，感觉啊好像代言什么系列，都没有问题。你以为上面这些就是它全部的缺陷了吗？并不是，它的中底还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足弓支撑。前面我也说了，当你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的双脚在鞋内的每一个地方好像包裹都非常不错，但是唯独就是足弓处感觉特别的空，没有任何的支撑感，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足弓处的拉扯，穿着时间长了之后，足弓处会有非常明显的疲惫感。而且这一类搭载无中底部全掌足弓气垫的篮球鞋，我真的不知道啊，应该如何去选择合适的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如果有知道的兄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好吧？而在大底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全掌的圆形图案内部还有着人字纹的纹路，在抓地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即使是在有灰的场地上面打球，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擦拭一下鞋底，脚底下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而且它在耐磨方面也有着出色的表现，在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水晶底材质，它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70左右，可以算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但是由于它纹路略微有一些的偏细，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这一双鞋。塑胶场地的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水泥地的话，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比较宽大的大底，再加上它在前掌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外扩设计，都让它拥有了出色的稳定性表现。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D+，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差的，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除了在舒适度以及重量方面确实比较不错之外，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一般。在我第一次穿上这一双鞋的时候，我感觉这一双鞋更像是一双休闲鞋，优秀的脚感、出色的舒适度和重量表现，用来压马路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实战鞋款，一个团队旗舰，它的实战表现没有办法令我满意，它的反应性不出色，缓震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好，又有着比较糟糕的整体鞋身刚性，在足弓支撑方面更是几乎为零。但是不得不说不看测评的兄弟可能很容易被这一双鞋初上脚时那一种柔软的脚感所欺骗，但是希望看了我这一期测评的兄弟可不要被骗了，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